晚上好啊！今天的这个故事是一位朋友投稿的。这个朋友的故事啊，是真的很恐怖。他叫 Master J， 我们就简单的叫他 J。J 的体质非常的特别，他在小时候经常一个人对着空气讲话，所以 J 经常被人欺负，变到没有朋友，去到哪里都是自己一个人。恐怖的是，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乱讲话，而是因为他可以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包括灵魂，所以 J 就经常跟他们聊天。最后，他也因为这个事情搞到非常的严重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J 为什么他可以看到这些东西。有可能是和他的家族有关系，他公公是学法术和鬼问世的，五叔叔也是学法术的，可是 J 就没有学这些，为什么？第一，学的过程非常的辛苦；第二，一旦被鬼魂知道你开眼了，那么每天就会变得很麻烦，那些鬼魂就会24小时不间断的来找你，寻求帮忙。J 曾经也有过一段很恐怖的经历，在那段时间里面，他的脑海中时常就会出现那个自杀的念头。这些念头当然不是他自己，而是那些鬼魂在作怪，其实就是他们在找替身。直到8年前 ，J 就选择了进入基督教。当他洗礼过后，就再也看不到这些鬼魂了。可是，如果他经过不干净的地方，他还是可以感觉得到的。尤其是他手上的鸡皮疙瘩一定会起来。2021年 ，J 在槟城火车站附近就买下了一间店 ，J 就想用这个店开一个按摩理疗店，主要就是做针灸和按摩的。可是这个地方啊，简直就是鬼城。这个地方我也不方便透露它具体的位置，但是可以透露一点点这里的信息。在这里，很多人经过的时候，不是听到一些日本的口号，就是听到一些惨叫声。因为以前在2战时期，这里是日本人打仗的地方，日本人走了过后，又变成了黑帮做事的地方。只可以讲那边死过很多人，而且他们都是阴气不散的。那里的灵体啊，是多到你不敢想。一句话讲完，很不干净就对了。而且这个店前面还有一棵很特别的树，当然不是旅游胜地，也不是打卡胜地。这棵树大部分当地人都知道，可是都不敢靠近，因为如果你晚上叫它一声，它很可能会回答你。为什么这棵树这么奇怪？故事是这样的：以前这里有一个印度人，这个印度人有养鸡和养很多宠物的，但是有一天，印度人的爸爸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家里的鸡给杀了。儿子非常的生气，吵到最后，儿子竟然把自己的爸爸给杀死了，还把爸爸的头挂在那棵树上。从那天起，这棵树就变得很恐怖，很多肮脏东西都寄住在这里。体质比较阴的人，或者是那些可以看到鬼的人，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树上有很多的灵魂在那里，非常的阴。还好不久前那里建地铁的时候就把这棵树给砍了，因此这里就比较好一点，没有那么阴了。可是一个地方要从阴转去阳，是需要很多的人气和能量来带起来的。而这棵树的问题也可能是接下来的这个恐怖事件的源头。J 其实也知道这里不干净，但是他就想他是做正经生意的，人气应该可以压住这些。但是啊，他没有想到第一个被压住的会是他一个老顾客。有一些顾客一进到 J 的店就会感觉到很不舒服，甚至整个人头昏心慌，甚至站都站不稳。这个时候 J 就会上前去抓住他的手，这样顾客就会好一些。J 是按摩理疗师，也会做针灸。店开张过后，很多中风的人、忧郁症的人、精神不好的人都会来找他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来这边找 J？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很奇怪，直到我听完他的解释过后啊，吓得我鸡皮疙瘩都飞出来。在这里 J 就发现了一个很恐怖的事实：中风的人为什么会中风？主要就是业障。很多的病人如果久病不起，大部分都是业障，可是癌症除外。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。反正 J 的经历就是这样。精神病患者、忧郁病患者就更加的恐怖，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些鬼魂在影响他们的心智。而 J 在帮病人治疗的时候，如果发现这些东西在，就会直接开口骂走他。
你们这些人啊，害人不可以走路，你自己也是不可以走路啊！你们这些做坏事的，小心不可以投胎啊！给我走开！更离谱的是，很多时候他这样骂一骂，那些肮脏东西就真的是会走哦。这个时候，旁边的人就会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在那边看着他。刚开始这些日常的怪事都还在 J 的掌控中，一直到店里添加了那台新的水疗机。故事发生在2021年10月，那天晚上9点半，有个30几岁的钢琴老师下班后就来做水疗。这个是老顾客了，胖胖的，很善良，每当压力大的时候都会过来放松放松。但是这一次他犯了一个大忌，因为他这个错误导致他直接死在了那里。当时呢，他坐着水疗的椅子大概15分钟左右，突然就讲头昏不舒服，J 就马上把他扶了出来，让他坐在休息室的椅子那边坐着休息。突然间，钢琴老师就全身抽搐，嘴巴开得大大的在喘气，脸色瞬间苍白，嘴唇灰色，2个眼睛都翻白眼了，身体变得冰冷，活生生的人突然就在店里断气了。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是非常的恐怖。J 一转眼就发现他的灵体慢慢的从他身体那边飘了出来， J 就马上冲上去进行抢救，按压喊他打他。恐怖的还是这个画面，感觉着他的灵体正在慢慢的离开身体。但是10分钟过去了，他的脸色依然还是那么的苍白，还是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。这个时候 J 是打算报警的，但是又放不下他，还是在不停的急救，不断的喊着他回来。可是不可以喊他名字，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讲，我们先来继续这个故事。J 当时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跪了下来，然后双手放在他肩膀，头就靠着他的心脏，抱着他，喊着他回来，回来啊，回来啊，我需要你，快点回来。然后就在这一刻，奇迹发生了，钢琴老师开始慢慢的有了心跳声，然后突然就大口的喘着气。可是他全身还是冰冷、虚脱、抽搐。J 就用双手在那个冰冷的身体上帮他按了2个小时，最后钢琴老师就完全醒来了，人是救回来了。可是后面的故事还更精彩。当钢琴老师可以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讲出了自己死后的经历，真的非常不可思议。他在死了过后，其实还有知觉的。他感觉到自己在一个黑黑的地方，迷失了方向，也不知道要走去哪里，总是找不到出口。当 J 喊他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听到。过不久，他就感觉到在这个黑暗的地方里面，有一个地方有一点温度，他就随着那个有热的地方走去。过后，他就开始听到有人喊他回来。不久后，他真的回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当 J 抱他的那一下，就给了他方向，让他的灵魂找到了身体。那么钢琴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呢？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五行属火，忌水，而且八字还和水鬼相冲。以前就有一个泰国和尚警告过他，不可以靠近水。刚开始钢琴老师就是泡泡脚、按按摩，所以就没有事。可是这一次，钢琴老师做的那个水疗是泡到心脏那里的，泡了15分钟过后就出问题了。要知道，水是很奇怪的地方，那些肮脏东西就是喜欢在水里面害人，而这个肮脏东西就是趁这个机会去害他。其实他就是要找替死鬼。如果不是 J 当场救他，他真的就会变成替死鬼了。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后面还很精彩。当救回钢琴老师过后，那只东西就很生气，他就开始骚扰 J。J 有时候就不可以走路，有时候就被压着，头脑出现奇怪的念头，整个人元气大伤，手脚一直在发抖。J 还讲他救人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他救了人过后，自己都会出问题的。有时候原本是别人不可以走路的，救好后就变 J 不可以走路。其实他们是会生气、会报复，总是会找他麻烦的。每当 J 进入他们的空间，把灵魂拖出来的时候，都是很伤元气、很伤身的。可是也没有办法，遇见了也不可能不救。钢琴老师的事情发生过后，又有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，就是隔壁的邻居。
这个印度人一点也不普通，他经常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多点几份，甚至是几份。老板就以为他只是胃口大，可是每一次都这样，而且又放着不吃。老板看了也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他也没有多做解释。其实真相就是因为他可以看得到那些东西，所以当他吃东西的时候，如果看见那些可怜的小鬼在，都会多点一些给他们吃。这个印度人那么巧，也是有学法术的，他有打坐和修炼的，而且他已经开眼了，是可以看到灵魂的。他也经常在店里看着门口那棵恐怖树的景象，经常劝人不要靠近。印度人经常都会遇到那些撞车死的、意外死的，这些灵魂就会和他聊天问路。其实啊，这些灵魂是很可怜的，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刚开始印度人也是帮他们，可是人在阳间，鬼在阴间，真的帮不了那么多，因为帮了他们也会耗损自身的元气。所以到最后，印度人也选择了关眼，不去理睬他们。可是他的修为就比较高，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些灵体的气场。那天钢琴老师的事情发生过后，他还突然打电话给 J， 他和 J 讲，他感应到这个店的阴气很重，磁场变得很奇怪，他叫 J 小心。过后 J 才紧张的把钢琴老师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到最后呢，就发现了，果然是有肮脏东西在那里，要找替死鬼，而且还是盯上了那个钢琴老师。所以那次过后 ，J 就主动的上门和钢琴老师做理疗服务，不再让他来店里，因为太危险了。可是 J 当时也没有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，免得担惊受怕。考虑到这个店的那只东西那么凶，想了想 ，J 还是决定把这个店就此暂停营业。因为他也怕会有其他的受害者，所以这个理疗店就变成了仓库和健身房。可是店里的健身器材基本上都是给那些东西玩了。J 还特别交代，如果是五行属火的人，又忌水鬼的人，玩水的时候真的是不要让水靠近心脏那个位置，要不然啊，那些替死鬼真的是会有机会伤害我们。如果没有算过命的，要怎样知道自己五行是属火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一般上脾气暴躁的人都是属火的。还有就是，如果别人昏倒了、出事情了，千万不要叫他名字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叫他名字，那个人可能会听得到，可是也可能会被肮脏东西知道了他的名字，因此他很可能会被困在阴暗的地方而出不来，非常的辛苦。J 经常在帮顾客针灸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原来鬼魂是怕针的，每当针要刺下去的时候，那些鬼魂都会跑掉。而且 J 也是一名舞蹈老师，每当他在教跳舞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那些观众比学生还要多。其实啊，鬼魂就是喜欢看人唱歌跳舞的，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是自己一个人，其实你旁边可能就站着一群你看不到的粉丝团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些真人投稿的故事，就留言告诉我咯。想投稿的也可以发我的邮箱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